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2015年，一位17岁的少年被父母搀扶着来到医院检查身体。本以为少年只是生了个小病，却没想到医生在看过 X 片之后，直接对其父母说：“准备后事吧。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位少年到底得了什么病呢？董丽人家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，因为是家中独子，所以从小就得到了父母的宠爱。因为学习成绩不好，所以董丽人早早的就辍学打工了。半年前，她经常感觉到自己胸闷心慌，有时候还头晕眼花的。刚开始她没当回事，但是到后来越来越严重，走一步路都要难受半天。她将自己的状况告诉了父母，父母大惊失色，赶忙将董丽人送到了医院照看。就这样，父母带着她来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。父母本以为这只是一个很平常的小病，却没想到孩子差点没了性命。2015年，黑龙江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2医院新来了一个奇怪的病人，明明只有17、18岁的年纪，却被父母缠着走路。少年脸色苍白，走路缓慢，好像每走一步都要耗费很大的力气。医生，能看看我儿子这是怎么了吗？他最近老是说胸口疼。父母在一旁焦急地询问医生。医生简单询问了病人的基本情况，就开始将听诊器放在少年的胸前。越往下听，医生越是皱起了眉头。紧接着，医生让少年去拍片。没过一会儿，结果就出来了。当医生看到结果的时候，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他艰难地对少年父母说道：“你们的儿子体内有4根银针，有1根已经插到了心脏上，他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。你们要先做好心理准备。”医生说完，少年父母大惊失色，母亲无奈地痛哭起来，不断地哀求医生：“医生，你一定要治好他，我们家就这一个儿子啊！”医生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赶快给少年安排了住院手续，并且表示一定会全力救治少年。此时，所有人的心中不禁有一个疑惑：这4根银针到底是哪儿来的呢？又是怎样插入少年体内的呢？少年的父母听到这里也是一头雾水，他们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么狠心，竟然在孩子身上插入了4根针。让人感到奇怪的是，董丽人的身上根本没有任何的外伤，他们也不知道这些针是怎样进入孩子体内的。但是当务之急是先对少年进行救治，已经没有时间想那么多了。紧接着，医生将专家召集在了一起，商量如何对少年进行救治。主任医师王乃时先是仔细查看了董丽人的 X 光片，看完后，他不得感叹自己从医半辈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。在董丽人的体内有4根不一样长的细针，3根位于董丽人的胸部，1根位于腹部。不仅如此，3根位于胸部的细针中，竟然有1根正好扎在了董丽人的心脏上。此时要怎么取针，成了所有医生心中的疑惑。超声科的医生在看过董丽人的状况之后，发现这枚针在心包上面扎着董丽人的心脏。正常的心脏外层有个名叫心包的薄膜，心包的作用就是用来保护心脏。如果心脏有了状况，首先就会展现在心包上面，而这根针随时随地在刺着董丽人的心脏。心脏每分钟跳动60到70次，一天能跳动10几万次。也就是说，董丽人的心脏每天要被扎10几万次。此时，董丽人的心脏里面已经全都是血水，再耽误下去，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
医生在商量过治疗方案之后，当天就把董丽人推到了手术室内。在手术室外的父母内心也异常焦灼，他们知道董丽人的状况十分危急，也担心董丽人挺不过这个难关，只能在手术室外为自己的孩子默默祈祷。而此刻医生的心里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当医生打开董丽人胸腔的时候，即使早有准备，还是忍不住惊呼起来。董丽人的心包已经被血水撑得胀满，并且已经开始发蓝了。医生赶快将血水取出来，刚打开心包，血水直接哗地跳了出来。最后，医生足足取出了850毫升的血液，相当于2瓶矿泉水的量。此时的医生暗暗庆幸，幸好手术进行得及时，如果再晚一步，可能心包就会被撑破了。但是还没等医生松口气，他们很快发现了另一个严峻的问题。当血水退去之后，他们发现这枚针已经扎到心脏左室的后侧壁里面了，露在外面的针只剩下了1公分长。不仅如此，随着银针的深入，此时的心脏还在不停地往外渗血。拍片的时候，医生以为这枚针只是扎在了心包上面，却没想到这枚针已经深深地扎在了心脏里面，甚至直接扎到了左心室里。但此时医生担忧的是，这枚银针是否扎入了右心室里，因为左右心室的气压是不同的，中间有层隔膜用来阻断压力，造成平衡。一旦银针扎穿个隔膜，到了右心室，再抽取银针一定会造成压力的不同，场面将会一发不可收拾。在场的医生大气都不敢出，对董丽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，希望他能渡过难关。吴主任更是让助手调来设备，重新对董丽人进行了检查。不幸中的万幸，这根针并没有刺穿心脏。医生赶快将董丽人心脏中的针取了出来。当看到那根针的时候，医生还是忍不住惊呼：这根针足足有4厘米长，正常人的心脏和拳头差不多大，一般有5厘米长。而幸好这根针是斜着插入心脏的，这才让董丽人逃过一劫。将最危险的一根针取出来之后，医生接着找董丽人体内其他的针，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当时拍片的时候，每根针的位置都很清晰，但是到了手术台上之后，反而找不到那些针了。难道这些针还能在体内游走吗？但是医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当务之急就是赶快将这些针都找出来。此时距离手术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，医生也已经找了很长时间。就在他们快要放弃的时候，突然在靠近胸壁的那一侧看到了一根针。为了董丽人的安全考虑，医生决定先暂停手术，等恢复一些之后再进行第2次的手术。此时的医生看着董丽人体内取出来的2根针，这2根针颜色发黑，长的有5厘米，短的则有2厘米，并且尖端锋利。这些针是哪里来的呢？刚开始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普通的缝纫针，但是当和真的缝衣针进行对比的时候，却发现董丽人体内的针根本和这个不同。缝衣针的表面光滑，并且尖端很规整，但是董丽人体内的针颜色发黑，并且尖端是不规则的横截面，跟普通的绣花针不太一样，所以可以断定这些根本就不是缝衣服的针，不是缝衣服的针。那这些到底是什么针呢？此时董丽人的父母想到，半年前董丽人下班回到家，曾经说过感觉自己身上扎针了很疼，并且掀起了自己的衣服让母亲看了看。董丽人由于早早的辍学打工了，在家附近的一个汽车修理厂里工作，每天都早出晚归的，
也经常灰头土脸地回到家中。但是母亲李百燕在他身上看了很长时间，也没有看到有针扎的痕迹，觉得可能是修理厂里面的脏东西跑到儿子衣服上了，也没有太在意。董立人的父亲此时却说，儿子体内的这些针看起来很像他师傅用的一个刷子，那个刷子上面也全都是细长的针线。记者很快来到了董立人打工在的修理厂，也看到了董立人父亲所说的那个刷子。经过对比发现，并不是刷子上的银线，刷子上的银线全都是不规则的曲形，但是董立人体内的却都是直线，两个完全不相同。此时，另一边的记者也有了重大的发现。记者通过拜访五金店，才找到了一丝线索。五金店的老板找来了一块磁铁，银针很快就被吸附了，证明这根针是铁制品。老板推测，这种银针很有可能就是用来捆绑物品的铁丝，而董立人铁针上的横截面也看起来很像是用钳子夹出来的。虽然已经初步断定了这些铁针的来源，但是他们又是怎样进入董立人体内的呢？此时的董立人已经慢慢恢复了意识。记者告诉了董立人他体内银针的来源，董立人立刻就明白过来了，这些针全都是修理店的绑线，并且尖头是用钳子绞出来的形状。我知道是这些线是怎么进入体内的了。修理店的气枪吹机器吹到我的身体里面了。董立人怀疑这些绑线全都是在清理地面的时候用气枪吹到他体内的。董立人的话让所有人都感觉到奇怪，一个小小的气枪竟然有这么大的威力吗？记者找到了修理店的老板，老板拿出了气枪。这个枪看起来小小的，前面是一个长长的尖头，尖头下面有一个扳手，只要扣动扳手，里面就能出来不小的气压，所以有些小型汽车修理店会用来清理地面，把地上的废弃铁丝或者垃圾直接吹走。接着，汽修店的老板用气枪做了一个实验，用气枪吹泡沫板，不到1秒钟，泡沫板就直接吹出了一个大洞。但是这能吹起来铁丝吗？记者也拿起气枪做了一个实验，将铁丝放在地上，并且拿起气枪对着地面吹气。很快，铁丝全部都扎在了泡沫板上。此时事情已经很明朗的，董立人体内的铁丝应该是在清理地面的时候吹到体内的，并且由于速度太快，所以董立人根本没有察觉到。不仅如此，由于铁丝太细，所以伤口很快就愈合了，也根本看不出来外伤。之后在进行手术后的10天，董立人又进行了第2次手术，这次成功的把所有的铁丝都取了出来。而董立人在医院休养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。此时所有的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，而董立人所在的修理厂也因为作业不规范被整顿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